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在天王星周围发现了29颗卫星，其中大多数都是在20世纪后期借助旅行者2号、哈勃太空望远镜陆陆续续发现的。但是有5颗卫星呢，是天文学家早期通过地面望远镜发现的，就是图像中大家看到的冒蓝光的这5颗卫星，分别是天卫1艾瑞尔、天卫2乌姆伯里厄尔、天卫3泰坦尼亚、天卫4奥伯龙，还有今天视频的主角天卫5米兰达。在这5大卫星里，米兰达是离天王星最近而且体积最小的一颗，它的直径只有470公里左右，距离天王星大约 12.9万公里，只有地月距离的1/3左右，是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德·科伊伯在1948年2月16号发现的。米兰达绕天王星公转一圈大约需要34个小时，和月球一样，它也是被潮汐锁定的，所以它始终是同一个面向天王星。米兰达的轨道很特别，因为卫星嘛，它是沿着天王星的赤道在运行，而天王星的自转轴倾角高达98度，几乎是横躺在轨道上自转的，所以米兰达的轨道几乎跟黄道面是垂直的。这跟太阳系中大多数的行星和卫星不一样，因为一般情况下，行星和卫星的轨道都分布在接近黄道面的区域，而整个天王星系统几乎是立在太阳系中的。那正因为如此，天王星上的季节变化是太阳系最极端的，它的每一节都会经历42年的极昼，然后再经历42年的极夜。那作为天王星的卫星，米兰达也会随着公转经历类似的极昼和极夜。实际上，在天王星的29颗卫星里，只有这5大卫星是球形的，其余的都是不规则形状的卫星。因为这5颗卫星的质量足够的大，自身引力能把自己压成接近球形，这个在天文学里叫流体静力平衡。那太阳系中最小的球形卫星是土卫一米马斯，它的直径只有大约396公里，而米兰达的直径也只有470公里左右，没比土卫一大多少，它们2个都很小。那为什么它们能保持球形呢？其实关键在它们的成分。土卫一和米兰达都是水冰和少量岩石构成的，密度都很小。米兰达的密度是 1.15 克每立方厘米，是天王星所有球形卫星中密度最低的，这说明它的水冰含量超过了 60%， 而冰的强度比岩石要低很多，所以天体不需要特别大，自身引力就能把它压成接近球形。而目前科学家认为，冰质天体的直径大约400公里左右就有机会达到球形，但是岩石天体的话一般需要更大一些。而土卫一呢，正好处在这个临界点属于是球形天体的下限。因为米兰达又小又远又暗，所以我们地球上的大型望远镜能看到它，但是看不清表面细节。我们对米兰达的认识几乎都来自旅行者2号在1986年对天王星的那次飞跃，尤其是米兰达上的那些奇特的地形。1986年1月24号，旅行者2号飞越了天王星系统，它离米兰达最近的时候距离大约是29000公里，在接近的过程中，它拍到了米兰达的照片。在这颗直径不到500公里的小卫星上，我们看到了裂缝、断层、峡谷、悬崖，还有密密麻麻的陨石坑，不同地区之间看上去毫无关联，整个卫星看着就好像是被摔碎之后重新粘起来的一样。所以科学家怀疑米兰达过去应该有过非常剧烈的地质活动。米兰达上有一处悬崖叫维罗纳悬崖，这个悬崖的高度超过了20公里，比2座珠穆朗玛峰叠在一起还要高，是整个太阳系最高的悬崖。维罗纳悬崖如果放在地球上是没有办法长期存在的因为地球的重力太强了。为什么珠穆朗玛峰没有长到20公里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岩石它并不是无限坚硬的，它是有硬度极限的。随着山体变高，底部压力会越来越大，山体就会发生崩塌。所以地球上的山它的高度是有理论上限的，这个上限大约是15公里左右。一般在达到15公里之前，地壳运动和风的侵蚀就已经把山削低了。但是米兰达不一样，它的表面重力不到地球的1%，从维罗纳悬崖崖顶跳下去大约需要12分钟才能落地。不过虽然它重力很小但是因为它没有大气层，不受空气阻力影响，所以呢，到悬崖底部时候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如果在地球上从同样的高度跳下去，那下落的时候考虑到空气阻力的影响，最高速度大约只能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整个下落过程只需要大约7分40秒。那如果不考虑空气阻力的话，最终速度会超过每小时2200公里，并且只需要大约60秒就会落到地面。所以大家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感受不到，但其实地球的重力是很强大的。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大家会发现米兰达表面明显的特征
除了那些大峡谷和悬崖之外，还有3块很大的环状区域。科学家把这种特殊地貌叫冕状物，这种地貌非常罕见，目前只在金星和米兰达上发现了。米兰达上的3个冕状物分别是阿登冕状物、埃尔西诺冕状物和因弗内斯冕状物。这种地貌从太空看过去，可以看到一条一条平行排列的沟槽和山脊，看着就好像是操场上的跑道一样。米兰达的质量非常小，只有地球的大约9万分之一，密度只有地球的1/5。这么小的体积，这么低的密度，按理说根本没有足够的内部能量去引发这种大规模的地质活动，形成这些大峡谷冕状物。那这些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呢？目前科学家主要提出了2种假说。第一种假说就是撞击重组假说。大约在几十亿年前，米兰达遭受过一次毁灭性的撞击，这次撞击把米兰达彻底撞碎了。米兰达和撞击天体中的岩石和冰块被一起抛入到了太空，但是这些碎片并没有消失，在天王星的引力下，这些碎片又重新聚集在了一起，再次形成了一颗新的球形天体，也就是今天的米兰达。但是重组之后的米兰达内部的岩石和冰非常不均匀，比较重的岩石慢慢的向中心下沉，比较轻的冰层呢，慢慢的向表面上升。随着这些冰层不断运动，米兰达的外壳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环状地形，还有悬崖和断层。第二种假说跟潮汐力有关简单来说，潮汐力就是一种拉扯的力量。因为一个天体离引力源近的一侧受到的引力会强一些，远的一侧受到的引力就会稍微弱一点。这种力量上的差异会不断的把整个天体向两边拉长。这种拉扯的力量一般来说很小但是对于一颗卫星来说是足够让整个天体发生轻微形变的。所以这种由引力差异产生的拉扯作用就是潮汐力。那以地球为例，其实珠穆朗玛峰的山顶和山脚受到地球的重力大小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个差别非常小但是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我们知道引力的大小跟它到地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山顶的引力是要比山脚下稍微小一点的。那既然山顶和山脚两端受到的引力不同，珠穆朗玛峰实际上就会受到这种拉伸作用就是潮汐力。还有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黑洞的面条效应，本质上也是潮汐力造成的。因为人在掉进黑洞的过程中，头和脚受到的引力大小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把这个原理放到米兰达身上会怎么样呢？科学家觉得在很久以前，米兰达可能是沿着一条偏心率很高的轨道绕天王星运行。这样一来呢，它会时而靠近天王星，时而远离天王星。当它靠近天王星的时候，潮汐力就会变强；远离的时候呢，潮汐力就会变弱。所以整颗卫星会被不断的拉伸、压缩、再拉伸、再压缩。这个过程就好像反复去折一根铁丝一样，会在内部产生大量的热量。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潮汐加热。所以可能正是这些热量融化了米兰达内部的冰层，最终塑造出了这些大峡谷、断层，还有这些冕状物地貌。但是这个假说现在看来有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米兰达的轨道离心率只有 0.001 左右，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正圆形，所以它跟天王星之间的距离是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的。那没有距离的变化就不会有很强的潮汐加热，那塑造地质活动的热量是来自哪儿呢？科学家又把目光投向了天卫二乌姆伯里厄尔。几十亿年前，米兰达曾经可能跟天卫二发生过轨道共振，这种引力共振会不断拉扯米兰达的轨道，让它原本接近圆形的轨道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然后当它沿着椭圆形轨道运行的时候，跟天王星之间的距离不就出现距离变化了吗？所以潮汐力就会时强时弱，一直拉扯着整个卫星。这种反复的变形就会在它内部产生大量的热量，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潮汐加热。所以可能正是这些热量驱动了米兰达曾经的地质活动，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夸张的地貌。旅行者2号最开始的目标是探索太阳系的4颗气态行星，米兰达呢只是顺便路过。因为在当时来看，米兰达只是天王星很多卫星中很普通的一个，当时没人觉得在它身上会有什么大的发现。但正是旅行者2号这次的顺便造访，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颗卫星非常奇特的地貌。但是因为受到轨道的限制，旅行者2号并没有拍完整个米兰达，而是只拍到了大约 40% 的表面，而且高分辨率的地区非常少，剩下 60% 左右的表面至今都没有详细的照片。所以对于太阳系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了。虽然我们在太阳系内已经发现了很多的天体，但很多其实都没有探测过。对于刚刚迈入太空时代的人类来说，太阳系依然是大的难以想象。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未知存在，人类探索的脚步就永远不会停下。